据国防部周二发布的消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空天军图95MS 与中国空军轰6K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13小时的联合空中巡逻。苏30 SM 战斗机伴飞为轰炸机飞行队进行保障。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两国飞机在飞行期间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没有侵犯他国领空，并强调本次行动为俄中两国2022年军事合作框架内的活动，并不针对第三国。这是中俄第4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始于2019年，已经连续4年举行。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1月19号，当时中方派出2架轰6K 飞机与俄方2架图95MC 飞机联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未进入其他国家领空。中国国防部在谈及中俄两军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时曾表示，这是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谈周二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举行，议题聚焦乌克兰危机、因应中国等议题。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不过，围绕俄乌冲突，印度总理莫迪的表态与其他3方存在明显温差。另外，大批日本民众发起集会，批评所谓四边机制就是挑拨地区对抗、制造阵营对立的机制。周二上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东京出席4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继去年9月在华盛顿后，4国领导人第2次线下举行峰会。此次的4国领导人只有拜登和莫迪出席了上次的会议，而刚就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更是在国际场合的首秀。会议上，拜登开起了阿尔巴尼斯的玩笑。Prime Minister Albanese, I welcome you to your first Quad meeting. Like I said, you got on a plane, you were sworn in, got in the plane, and if you fall asleep while you're here, it's okay. 拜登表示，俄乌冲突更凸显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必须捍卫国际秩序核心原则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Shortly before Russia launched its invasion, my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advance a free, open, connected, secure,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 Russia's assault on Ukraine only heightens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goals. 不过，对于拜登有关俄乌冲突的表态，其他3国领导人态度不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予以附和，批评俄罗斯挑战联合国宪章原则，强调绝不容许类似事情在印太地区发生。而印度总理莫迪则未在会议上谈及俄罗斯，与其他3国温差明显。虽然印度近年来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且是4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之一，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频感失望，认为印度不仅不支持由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也没有共同谴责俄罗斯的行为。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还是与美日保持队形一致，他表示有必要合力应对安保方面的最大挑战。As the Indo-Pacific is reshaped, our Quad partnership is needed now more than ev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threats of a less certain world. 阿尔巴尼斯在会上强调，澳大利亚新政府的优先事项将与4方安全对话机制保持一致，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并承诺参与建设所谓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印太地区。目前来看呢，澳大利亚还在遵从这个前朝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外交的政策方向，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提前把这个下一任的这个主办国锁定的话，那么有利于维持4方会谈机制这样一个稳定性。会谈少不了拿中国说事，美日印澳4国计划采取措施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提出所谓海洋倡议，无端针对中国渔船，称要在印太海域打击所谓非法捕鱼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回应指出，中方向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涉海公约的缔约国，一贯积极履行自身有关国际法义务。我们请有关国家
不要戴有色眼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真正威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外界注意到，就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举行之际，大批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抗议，指所谓四边机制实质上就是挑拨地区对抗、制造阵营对立的机制。戦争会談だと思うからです。戦争をするための経済的な包囲網を作っ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から反対です。今日本の労働者も食べられない非正規の労働者とかい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じゃなくて、そういう人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んじゃなくて、戦争に向けて軍備費を増やし、軍備拡張するし、戦争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れに反対します。而对于外界关注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否扩员的问题，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随拜登访问亚洲的美国官员对随行记者团说，该对话是相对新近成立的机制，四方仍在寻找最佳的合作方案。比起接纳新成员，当前更应将已提出的构想发展壮大。因此，美国现阶段暂不考虑将韩国纳入该机制。我想韩国政府本身也没有想到，那么当他主动提出入围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么会在第一时间遭到美国明确的一个拒绝。那么现在这个机制本身非常不稳定，那么如果加入了新的成员，那么这种不稳定性会进一步加强。更何况我们看到有印度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摇摆选项。那么韩国和日本历史上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在这个以前的战争问题上，包括岛屿问题上，都有很多的分歧争议。那么如果韩国加入进来，韩日之间再出现更多的这种分歧的话，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新机制的稳定性。近年来，美国打着促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旗号，不断渲染应对中国挑战的军事竞争氛围，在印太地区的小圈子可谓是越搞越多，冷战色彩愈发浓厚。大体来看，形成了一个5-4-3的机制。5指的是最早的五眼联盟，4指的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3就是去年新设立的 AUKUS， 即所谓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值得外界警惕的是 ，AUKUS 从成立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澳大利亚拥有建造核潜艇的能力，公然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引发周边国家哗然。但美英澳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三国在上个月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和提高电子战能力方面进行合作。分析指 ，AUKUS 不惜掀起区域内军备竞赛，旨在打造亚太版北约，维护美国霸权。与此同时，美国也借所谓印太战略加速调整全球军力部署，将大批先进武器聚集亚太，肆意搅动局势。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海军公布了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去年10月在南海发生撞山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事故原因与航行规划、风险管理等错误有关，导致11名水兵受伤。由于搁浅过程中造成的持续损坏，康涅狄格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运行。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发生意外后，中方曾敦促美方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滋事挑衅、炫耀武力，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否则此类事故恐怕不会更少，只会更多。中方还要求美方必须澄清3个问题：一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确切位置；2是事故有没有造成核物质泄漏，会不会污染海洋环境；3是事故对其他国家舰船在南海的正常航行会不会构成不利影响。美方不能以任何理由逃避责任，必须给外界一个满意的说法。亚太各国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绝不允许动乱和战乱在本地区重演，绝不允许将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引入亚太。美国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炮制印太战略，拉帮结伙制造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实质是在开历史倒车，只会祸乱本地区和平稳定，注定失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那么您怎么看这次峰会呢？这次四方安全对话联合声明呢，虽然没有提中国二字，但从头到尾说的呢都是中国议题，目标都是遏制中国。这次四方会议呢，从安全和经济2个方面拿出了具体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美日印澳似乎呢走出疫情阴影和乌克兰的炮声，要全力的聚焦印太事务。换句话说呢，这次会议将加剧中美间的紧张，将会把相对稳定、包容、自由、开放的
亚太区域导向动荡、分化、拘束、相互猜忌的区域，以维护美国的强权。在安全方面呢，四方反对旨在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胁迫、挑衅或者是单边行动，就是针对中国对东海、台湾、南海的主权伸索和权益维护，要中国呢放慢国家统一的步伐。四国呢要构建旨在监视非法捕鱼的信息共享框架，这其实呢也带有安全情报共享的意思。在经济方面呢，四国均参加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从数码经济、网络安全、医疗、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教育工作等方面排斥中国，鼓励中国，增加美日印澳的影响力，降低中国的经济发言权。这个经济框架呢，很有可能呢会演变成贸易协议，分裂印太各国，甚至有可能导致阵营间的对峙和新的冷战。另外四国还宣称，力争在今后5年内呢，向印太地区提供约5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与投资。这明显呢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4年前呢，他们提出透明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构想，现在呢似乎要实施了。可以看出美国呢正纠集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印太国家对中国实施围堵和限制，把安全和经济相挂钩，结束冷战结束以后这个安全和经济各走各路的时代。那么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呢，将引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间的竞争呢会更加的激烈，印太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或者呢有所倾斜，这都是有可能的。中方说美国印太战略注定失败，您对此怎么看？在涉台谬论引发轩然大波后，美国总统拜登又改口说对台战略模糊没改变，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美日印澳四国呢，虽然有拉帮结伙称亚洲北约的企图，那么从安全和经济上制约中国，但问题是中国呢不是想围堵就能够被围堵住的，印太其他国家呢也不是听任美国和四方来摆布的。再加上呢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这印太政策互动呼吸的事呢也是经常发生过。奥巴马苦心经营的 TPP 协议不就是让特朗普一夜之间给毁了吗？当然了，最关键的是要看印太战略的本质，它是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经贸和科技保护主义的方案，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呢是相违背的，甚至说呢是美国抓起的救命稻草，以便呢在中美经济竞争中别输得太快太惨。中国成为东盟、日韩澳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经过多少年的积累而形成的，不可能呢被一个印太战略立马给推倒的。所以说呢，印太战略能够成功吗？当然是不可能了。你提到的拜登在一夜之间就军事保卫台湾，只弄掉改口，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拜登说出这句轰话以后就连在远方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基辛格博士都觉得呢太幼稚太危险，警告美国政府呢不应通过诡计或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制造出2个中国的幻觉，美方呢不应在涉台议题上耍花招。华盛顿和北京呢应该设法避免让涉台议题成为2国关系的中心点。为什么呢？在台海制造事端和分裂印太是一样的，不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逻辑，不符合携手共进创未来的文明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呢在达沃斯论坛上也警告，世界经济面临逆风，面临2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各国呢应该是团结起来，互助互利，而不是制裁和反制裁。你要高通胀，不要自由贸易。美日印澳的所作所为呢，是与自由、开放、包容、平等的精神恰恰相反，所以呢是走不远、走不长的。美国改变印太区域的安全格局和经贸格局，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呢，这破坏力还是不能够低估。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妄言要军事干涉大陆对台行动引发舆论哗然后，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改口说，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改变。白宫和五角大楼也接连澄清美方立场。对于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外交部连续第2天强力警告拜登涉台言论称，
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将是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中方奉劝美方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中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进行完一轮会谈后，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及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是否发生改变，对此拜登回答没有，但他没有回答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的问题。此前一天，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后，当被记者问及有关台海武装冲突问题时，他公然发出挑衅言论，妄称美国将采取军事手段干涉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采取行动，这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承诺。这番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路透社认为，拜登这一表态似乎背离了美国政府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而白宫方面和美国国防部火速找补。白宫发言人随后声明，如同总统所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路透社援引拒绝透露姓名白宫官员称，拜登所说的是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所谓军事防卫能力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周一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对于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提醒美方，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美国违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不仅将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最终也将使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汪文斌还正告美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美方做出的承诺。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不得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红线不容践踏。我们奉劝美方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中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实际上，针对拜登涉台错误言论，汪文斌周一就曾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我们从过去1-2年来看到，美国似乎在很多地方不断的在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就是台湾如果是核心关切的话，它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要推到什么时候才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另一次的底线，而中国大陆是非常明确的回应，在白宫这个地方是在很快的在做危机处理，并且要试图修补因为拜登失言而造成的信任问题。对于美方不断炒作涉台议题，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也提出警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一在春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紧张，双方需设法避免让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中心点。基辛格认为，美国不应通过轨迹或循序渐进的方式制定两个中国解决方案，并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耐性，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伊表示，拜登的评论可能没有吓唬到中国，且产生反效果。葛莱伊此前就对战略清晰策略提出警示，他认为，若美国今天在没有能力表现出防卫的可信度之下，对台湾无条件做出安全承诺，将促使中国大陆透过对台行动来响应。他说，解放军对此是认真的，对付可能的干预，形塑着解放军几十年来现代化的努力。美国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戈德斯坦表示，考虑到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和两岸的临近性，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复声明，台湾是核心利益。美国总统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在脱口而出的评论中不谨慎地暗示这一点也是危险的。若真这么做，将成为中美开战的理由。
早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美时也提醒，亚太区域的潜在燃点和争议课题若没有妥善处理，也会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在亚太区域有利益的国家需尝试一切努力，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免走上不归路。去年11月，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第12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也表示，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美国应该远远避开。他还补充说，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黄永红还表示，东盟国家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不过，对于拜登涉台言论，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孙立方周二声称，感谢美国持续协助台军维持自我防卫能力。有台湾学者表示，对于拜登的言论，台湾不用当真，拜登是被记者逼出来的应景说法，不需要太过重视。拜登也屡次上秒说完，下秒就被白宫更正，讲话会越来越没公信力。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其实台湾方面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只会增加台湾安全风险，而无实质帮助。其一，美国的所谓承诺并不可靠，台湾得到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其二，不论拜登说什么，中国人都会做好最坏打算，不管美国是所谓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都阻止不了中国统一的目标。其三，中国大陆已公开宣示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说到做到。评论称，拜登所谓要为台湾出兵的承诺，不过是送给台独的一颗政治摇头丸罢了。两岸中国人应有警觉，有智慧应对美台勾连，避免台海陷入冲突，避免上美国人的当。当美国在玩战略模糊，或者是他试图去挑战战略模糊的这条线的时候，时常会有很多的摆荡。如果每一次的摆荡，台湾的反应太过激烈的话，中国大陆相对的反应就会相对的激烈，而这个反击就会回到美国这个边。当两边，就是美中两边开始在这些地方不断的测试底线的时候，其实它相对的是会压缩台湾的空间。而民进党当局在此次拜登亚洲行期间屡屡谄媚却频遭打脸的搞笑姿态，也引发岛内舆论热议。拜登周一在日本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不出所料，妄图挤进这个小圈子的民进党当局被排除在外。台湾民众党也反问蔡英文，所谓大内宣称台美关系最佳时刻，如今代价付出了，牛皮却戳破了，该如何向岛内民众交代？台湾中时新闻网的分析认为，拜登亚洲行炒作台湾议题或打台湾牌的背后，是美国印太战略与中美对抗的大背景。然而，拜登政府的台湾牌作为虽然充满重视、关注台湾的口惠支持，然而在实质关系、经贸协议或对台军售上，几乎没有重要实质进展。在俄乌冲突将届满3个月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与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了第2次乌克兰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会后，奥斯汀称，20多国宣布了全新对乌军援计划，其中丹麦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美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及配套发射器。这将对俄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来看报道。奥斯汀在第2次乌克兰联络小组线上会议后表示，约有20个国家提出了新的军事援乌计划，其中一些国家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火炮弹药、岸防系统以及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也有国家承诺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培训，维持其军事系统等。Now, we'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since the contact group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Ramstein summit last month. And today, together with Minister Reznikov and his team,We've gained a sharper and shared sense of Ukraine's priority requirements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奥斯汀随后点名丹麦，称特别感谢该国正式宣布将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及配套发射器，以帮助乌克兰保卫其海岸。此外，捷克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直升攻击机、坦克以及导弹。鱼叉导弹射程近300公里，足以威胁俄罗斯舰船。尽管奥斯汀并未具体说明丹麦所提供的鱼叉具体型号，但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指出，丹麦国防军装备的是鱼叉 L4 Block 2型鱼叉导弹，不仅能够打击水面目标，对武器控制系统升级后，还可支持打击港口和地面目标。不过，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质疑，向乌克兰提供这类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武器，实际上存在诸多
多问题，包括训练时间长、维护困难、可能被俄军缴获等，都将引发冲突升级。此外，俄罗斯方面也曾多次指出，一旦北约供给乌克兰军队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出现在乌境内，将被俄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纠集之下，首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上月在位于德国的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开。当时奥斯汀就放言称，该会议将每月举行一次，力图打造成为讨论乌克兰防务需求的联络小组。周一举行的第2次联络组会议则进一步扩容，加入了奥地利、哥伦比亚和爱尔兰等新成员。美方透露，下一次会议预计在下月15号举行。有观察指出，首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是各国对乌军援的一个分水岭。德国、荷兰等之前只提供防卫型武器的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此外，美国在德国斯图加特还特别建立了一个控制中心，专门负责协调美国和盟国部队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运输、交付等事宜。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时也说，乌克兰正在进入一个质变的根本性的新阶段，乌克兰武装力量正在改用北约武器，并全面向北约标准过渡。不过，此前一直表态支持乌克兰在战场赢得胜利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日罕见承认，欧盟的军事储备已经枯竭，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称，我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造成的军事储备枯竭，是我们欧盟防御能力不足的最明显例子。欧洲呢，自从上一次可以说大规模的采取军事行动，就是20多年前，从那之后基本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这个军备方面，基本上是投入不多。过去20多年，和美国、俄罗斯相比，这些国家军费涨幅都是几十、几百，而欧盟只有20%多的涨幅。在这个军事上，可以说他们确实是准备不足的。如果遇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把大量的这个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当然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此外，美国在军援乌克兰方面也频遭外界诟病口惠而实不至。尽管拜登在上周飞往韩国的途中签署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但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格林近日批评这项法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洗钱计划。近日，俄罗斯网站更引述美国问题专家巴丘克的话称，美国援助乌克兰的400亿美元中，绝大部分将会流入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客、武器制造商高管、供应商、承包商、五角大楼军事顾问和专家等手中，分配给基辅的少量资金也会在贪腐和无效率中被浪费。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将满3个月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驻扎在欧洲行动区的美军人数比冲突开始前增加了30%，目前约有10.2万。这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首次在欧洲驻扎这么多人，大部分驻扎在波兰和德国，其次是意大利和英国。而随着冲突持续，波罗的海国家也已经要求增加在该地区的驻军。然而，在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已重新开放的情况下，关于美军是否需要重新进驻乌克兰以保护美国外交人员的问题，米利却在发布会上含糊其辞称，此事仍处于低层级讨论阶段。Any reintroduction of U.S. forces into Ukraine would require presidential decisions.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may have been out there in the media, those are planning efforts that are underway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None of that's been presented yet to the Secretary. 这还是表示美国坚持在俄乌战争之前，包括进行当中所持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提供武器不会出人。就是他虽然向这个欧洲派遣了大量的这个部队，但是这些兵力呢都部署在北约国家。美国非常谨慎，他甚至连像这个驻外使馆派遣这个海军陆战队这种惯常的操作，就是这种外交惯例，他都不敢来尝试。也就是说，显示出他非常担心，如果派出这个军事力量，导致和俄罗斯之间擦枪走火。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随后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巨额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这场冲突在5月24日到达了3个月的节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乌方唯一可以讨论的问题就只有停战。他同时强调，他不接受与普京以外的任何俄罗斯官员举行任何形式的会议。在周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间隙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通过视频方式回答了外媒的提问。谈及俄乌谈判问题时，泽连斯基回应称，停战谈判离不开普京的参与，双方必须举行领导人会面才可能做出决定。泽连斯基强调，原则上他不接受与俄罗斯的任何其他人员举行任何形式的会议，只能接受与普京直接会面，并且双方在谈判桌上只能讨论停战问题。但他在接受美国轴线新闻网采访时又表示，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安排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高层谈判的难度正在变高。我认为对两国而言，安排任何形式的总统级别会晤都将更加困难。该报道指出，与过去的表态相比，泽连斯基虽然仍寻求与普京进行谈判，但乌克兰当局也试图向俄罗斯展现更加强硬的态度。当前俄乌谈判已经进入了停滞状态，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对于双方能否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俄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周日表示，是乌克兰方面冻结了俄乌之间的谈判，俄方从来不拒绝进行谈判，包括最高级别的谈判。俄总统普京已多次确认这点。唯一的问题在于，有必要对两国首脑会见进行认真的准备，必须要准备好高度成熟的文件。梅金斯基强调，是否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球现在完全在乌方，俄方愿意继续进行对话。现在看起来这个谈判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俄方这边呢，他也好像并没有这么样的急促的想要来谈判，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乌克兰这边呢，应该是要投降，那他才会有进一步的跟乌克兰的这种协商。那乌克兰这边呢，就是因为受到西方国家的这个支持，那所以呢，他现在也不死心。那所以说，我想双方可能还要这个经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走上谈判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轮番挥舞制裁大棒，对国际粮食和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一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正面临着2战以来的最大考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则表示，俄乌冲突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将在未来几年重塑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一在索契举行会谈。卢卡申科表示，西方没有想到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行的制裁措施最终打击了自己本身。普京则打趣道，他将与西方进行严肃谈话，因为后者认定他是乌克兰冲突和西方严厉制裁造成的所有经济混乱的罪魁祸首。читая средства сво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олучили и инфляцию. Правда, Путин виноват. Там во всем виноват Путин. Поэтому... Мы с ним серьезно поговорим. Да.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у нас неплохо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дела. 同一天，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俄乌冲突成为论坛焦点。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说，俄乌冲突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将在未来几年重塑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讲话，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最大程度制裁。Я вважаю, досі немає, 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Ембарго на російську нафту. Повне блокування всіх банків, без виключень, усіх. 在当天的能源主题小组讨论会上，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警告匈牙利，不要阻止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的计划。事实上，德国自身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严重，超过1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就开启了就任以来的首次非洲之行，访问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南非3国。在俄乌冲突和欧洲遭遇天然气荒的背景下，舒尔茨此行被外界认为是讨气之旅。但分析称，非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方。路透社周一援引宝马董事会成员米兰内德尔科维奇警告说，如果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被切断，则汽车行业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停产。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受西方制裁措施和市场恐慌情绪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每桶110美元左右的高位。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欧洲国家或被迫寻找大幅减少对俄油气依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也需要在发展中经济体开拓更大能源消费市场，这将导致全球能源结构调整。它必须要有一个缓冲期，那这个缓冲期呢，它就是要去找替代能源，那当然一下子不会完全找得到，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呢也是伤透了脑筋。除能源外，俄乌冲突还对全球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冲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估计，受俄乌冲突影响，乌克兰将损失49%的冬小麦收成和38%的黑麦收成，这将加剧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周一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小组讨论时表示，目前也门、埃及、黎巴嫩等几十个国家的民众面临饥荒。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下去，未来10到12个月，全球粮食供应就会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一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正面临着2战以来的最大考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约30个国家对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贸易采取了限制措施，这会增加贸易壁垒，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拖累经济增长，让过去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如果各国任其发展，其代价将是巨大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康先生您好。俄乌冲突届满3个月，那么您认为俄罗斯方面一开始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有没有达到呢？特别军事行动其实已经持续了进行了2个阶段，特别是在第1个阶段中呢，俄方是在3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发动进攻，那么这个由于前期的冒进呢。前期的这个各种准备和筹划不够完善，其实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在这个初期的挫折之后呢，其实俄方迅速调整了他们的这个战略部署，把这个作战重点呢，其实集中到这个东部的顿巴斯方向，并且特别集中在这个东南部的这个马里乌波尔方向。那么经过这个第2阶段的这个作战呢，实际上，俄方现在已经在乌东战局、在顿巴斯战局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美国和北约在大举的援助乌克兰，但是呢，这个北约的这个军援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大举的进入这个顿巴斯。我们在顿巴斯方向其实只看到了像 M777 榴弹炮等少数的军援装备，那些大规模的这个重装备呢，其实还没有这个形成战斗力。在去纳粹化上呢，其实亚速钢铁厂、亚速营的这个成建制的备歼，以及这个马里乌波尔的陷落呢，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在这个对于这个去纳粹化这个目标是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所以我认为，实际上现在来说的话，从这个回顾这过去3个月的话，俄军在经历前期的这个重大的挫折之后呢，它及时的调整了这个战略部署，调整了这个战略的重心。目前来说呢，它是调低了这3个方向、这3个战略目标的具体的意涵。所以说，我认为实际上是在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它能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乌克兰方面已决定要延长国家战时状态，那么同时泽连斯基也表态不设条件与普京对话。您怎么看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呢？从乌方来看呢，应该说这个乌方现在这个它是在这个在过去1个月以来，它其实调整了当时这种要和俄方和谈的这样一种姿态，它坚定了一种要和俄方打到底。特别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和美国、北约方面，其实共同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战争的目标呢是要收复一切这种俄方占领的国土，要把这个甚至要把俄军这个驱逐出克里米亚。那么这样一种战争实际上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不待和谈的这种战争。它这个在这个把俄军完全驱逐出这个2月24号的停火线，甚至是2014年的这个边境线之前呢，它是不和俄方进行任何和谈的。乌军现在是做好了抵御俄军目前的这轮攻势，并且呢发动反击的这样的一种准备的。但是呢，这样一种决心，这样一种计划，真正能实现几分，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这种影响的。今天的这个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呢，实际上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其实美西方现在呢制定了一个过高的目标，就是要把俄罗斯完全要在战场上完全战胜俄罗斯，要在北约不下场的情况下，在一种保持北约目前的一种间接干涉的情况下，帮助乌克兰完全战胜俄罗斯，这样一种目标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其实这个在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乌方是不是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一系列战略决心，就取决于北约是不是能够迅速的落实它的那些军援。如果说北约如果不能保证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军援的话，单靠乌方现有的力量的话，它发动这些反击并且顶住攻势是比较困难的。美防长再次召开40国防长会议，米利也谈及美军重返基辅的可能。那么您怎么看美西方国家持续加码军援对俄乌冲突的影响呢？美方实际上他说，重回基辅呢，其实上也是说他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要随着他的这个使馆要回归基辅。这个其实也倒也不能说明什么。其实美国北约的这个军援，它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这个乌军的战场情报和战场态势感知，甚至是这个直接的指挥控制的这个支持。就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持，就是说对这个乌军的这种新的这个训练和培训的这个支持。就是这种现在这个就是其实从这个2014年以来，这个乌军是完全按照北约的这个军事体系，在这个重新这个改革自己的军队。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实际上这个也有大量的乌军的这个后备力量，实际上在接受这个北约的直接的这个培训。这个应该也是说使得这个战争未来可能战局会进一步的复杂化。美国和北约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如果说它真正能够落实的话，它的效果呢是会使这个冲突长期化、僵局化。并且呢，可能会出现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升级。好的，谢谢康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